这是我的乌恒玉，你得物归原主。谁捡着便是谁的。夫君怎的不讲理吗？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Everything I do so instinctive and so passionate. Every word I move so descriptive like an adjective. I got a vendetta against people who patented being negative when you should be getting after it. I got facts over tracks, this and that. Spitting slow, spitting fast. I could roast, I could gas. Think I'm okay at last, but I don't know if that can erase all the past. And the pettiness, a reflection of the emptiness. Hilarious, you think you're worth my time, you're delirious. Mysterious, because you hide behind a fake exterior. Inferior, you know I'll always be a bit superior. Get off of me, this ain't no humble brag. I want you to hear words, you can say them back. I want you to feel free from the chains at last, and to believe in what you got, it was built to last, yeah. Now that I've been put through hell, I never got anyone's help. I had to do it all myself.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Gonna learn the consequence of being incompetent. Mental health is confidence, dreams and some honestness. I'm not here to save the day, that's for you to take away. I could play a million mind games, but instead I say something not illogical, something that is topical. Rub it on and watch it go, make yourself unstoppable. Dreams are irresponsible, but they're always possible. If you just believe, you could be so remarkable. Thoughts in my head, a collage and they spread. I'll be great one day, going off of my meds. No, I'm not giving up, no I'm 醒了，可要喝水。来，慢些喝。舒二公子，一夜未睡。 怎么没睡？方才不就睡着了？那这水为何是热的？你受了伤，不宜再饮生凉之物。舒二公子。 你是不会武的。少时阿旭他们练武时，总拉着我一起。但我悟性差，身子弱，没几日便打了退堂鼓。你明知自己不会武，昨夜杀手来时为何不躲？我若躲开，受伤的便是你。可你若受伤了，我如何向王爷交代？王爷又如何向相爷交代？如何向圣上交代？ 可若不护你，舒某实难给自己一个交代。
大小姐，请喝药。是按新药房煎的吗？是，按大小姐的吩咐，做药引子的天山雪蝉也是挑的最好的。夫人这坐胎药也喝了几年了，肚子也不见动静，不如……我是心疼夫人，是药3分毒。我若无后，这偌大的苏家往后由谁接手？眼下是显摆的时候吗？一个个在苏家待了这么久，还一点眼力劲儿没有？鲍池粥、灵芝羹，还有野味儿，通通撤掉！快，按夫人的意思办。夫人息怒，夫人刚喝了药，用碗甜羹压一压苦。夫人，补税一事，岳丈大人的意思是赶紧割肉，将人打发了事。你看，他要我补齐5年的赋税，再加2分利，粗粗一算便是1000万。这数目是太大了些，只是眼下也确无他法。不如夫人暂将家中印信交由为夫，我先尽快了结了此事。王爷，王爷，王爷昨夜休息的可好？休息的如何，都不耽误本王办正事。玉大人，是王爷。抽解赋税一事不可再拖。若市伯署存心拖延，本王也只能公事公办。届时严查下去，就不是这个数了。王爷，此数目是否还能商量？现下是1000万了，苏大小姐可以慢慢想，本王不介意多翻几番。好，就依王爷所言，你即刻去取印信，务必配合王爷，将此事圆满了结。夫人放心，王爷放心，我这就去办。早日了结，也能早日为苏家商行正名。可不是我吹啊，这缴械绸放眼整个林州也是商品呐。哎，你瞧这花样，多别致啊！季修雅又不是风韵，可为上品啊。吴老板忽悠文先生不成，又想蒙骗其他客商。你，文先生，吴老板，你不是说料子到灵州后谁都没给看过？不，专留着要与我合作吗？这批料子的丝线不够密，一旦过水晾晒，便会变形，且极易破损。吴老板，你是要把我往死里坑啊？你又是你！这是何意啊？这批缴械绸我全要了。啊？吴老板与其抱着这批料子四处碰壁，倒不如拿了金子一劳永逸。吴老板何乐而不为呢？我不过想请教几个问题，吴老板只需如实回答，这锭金子便归你。成交。小姐，你尽管问，吴某知无不言。这批料子产自何地？西南安昌。追宇，我大显境内所用蓝靛还染不出这般沉郁的青色。吴老板可想清楚了，是拿了金子逍遥快活，还是被押去市伯署衙门挨板子回话？我说，小姐慧眼，这批布料确非大显之物，是福禄
金楼的骆掌柜暗地里倒腾来的，我从他那里匀了一些，本想借此倒手小赚一笔，没曾想遇到了您这尊菩萨。骆掌柜是灵州城的一家首饰阁，叫福禄金楼，掌柜的姓骆，是他托人给我供的货。吴老板先前与文先生一直合作，想必对他颇有了解。依你之见，他可曾看出这批料子有异？小姐，您说笑了。文先生那么精明的人，怎会看不出门道？他可是灵州出了名的牙人，自己虽无实业，可灵州大小生意都斗不开他呀。凡是过了他手的生意，都十分的红火。我就是看准了他的生金之能，才攀上他的。小姐眼光独到，见解非凡，实乃经商行家。在下文宗，不知是否有幸能请你吃顿便饭，以谢方才提醒之情。你去打听打听这个叫文宗的。依吴老板的说辞，此人应当牵涉走私，最起码也是个从中牟利的知情者。回小姐，文宗今年20有7，他与苏家关系匪浅。此人初来灵州城不出1月，便替苏家谈成了笔大买卖，故苏大小姐对他格外倚重。此后短短不到2年时间，他便借着苏家的人脉和自己的手段，成了这灵州商界无人不晓的大人物。那他来灵州之前是做什么的？这属下不清楚。此人来历成谜，连是何方人士都无人知晓。哎，你怎的对文宗这般了解？因为您的夫君，我的爷想掀他个底儿掉。昨夜属下见他好似有意接近小姐，故留了个心眼儿，查了查。你们金云卫办事效率果然不凡。小姐，接下来是何打算？去趟福禄金楼，会一会这位骆掌柜。这两人丢了那么多银子，也是时候收网见鱼了。各位客官留步细听，让利2成，最后1日，每位客官限购1件。哟，贵客光临，有失远迎。不知小姐想看什么样的首饰？哦，小姐这边请。咱们店里啊，淡雅的、华贵的，应有尽有。我家小姐最不喜与旁人撞款，要买就买独一无二的。哦，明白。小姐，这边请。这都是咱们店最上乘的首饰，小姐看，可有能入您眼的？小姐当真好眼光，这簪子可是今年最新的样式。最难得的是它上头的珊瑚，这等质地色泽，即便放眼整个大县，也出不了几粒。福禄金楼果然名不虚传，能引得灵州内外的女子趋之若鹜。原来小姐是位行家呀！小的听闻，近2日城里来了位眼光独到、品味甚高的散财仙子，想来就是小姐您吧？灵州城八方来财，堆金叠玉，散财仙子的名号，可不敢当。这珊瑚簪子是我家夫人昨日便瞧上的，先来后到拿钱说话，姑娘还是识趣些为好。先来后到甚是在理，可方才我确实是比姑娘先到的金楼。这簪子是我家夫人昨日便瞧上的。小二，这位姑娘昨日可曾付过定金？不曾。未曾付定，那只簪子便可自由买卖。
否则若再来位客人说前几日便瞧上了，那你们这生意该如何做？哎，是。我家夫人可是定北王妃的亲姐姐，干扰她不快，谁也别想好过。眼下定北王就在灵州城，他的杀名想必你们都听说过。你家夫人可是宣威将军府的三少夫人？正是。哦，好你个明主，远嫁灵州还不知收敛，竟敢借着王府的名头在此作威作福。追宇，这先来后到，拿钱说话。小二收的可是我的银子，承让了。你给我站住！你敢得罪我家夫人，她是定北王妃的姐姐，可她又不是定北王妃，仗着有一个做王妃的妹妹，作威作福，横行霸道。这不知道的还以为大显战神娶了一个什么仗势欺人的刁蛮恶妇呢。你管得着吗？王爷和王妃当真知道你家夫人素日是这般行事？人家是血缘至亲，你说呢？识相的就赶紧滚，打哪儿来回哪儿去。王爷动起怒来，可是要人命的。好啊，你们居然欺负到宣威将军府头上来了！我这就回去禀报夫人，带夫人给王爷递去消息。你还有你们金楼都没好果子吃。哎，灵芝姑娘，咱有话好说呀！你给我起开！何事吵嚷啊？灵芝姑娘，这是怎么了？你问他。骆掌柜。宣威将军府开罪不得，赶紧去知会东家一声。是。灵芝姑娘，有事好商量，何必动怒伤了身子呢？啊！苏大小姐平日里树敌颇多，若非如此，出门何必这般真诚？京畿官员日常出行，也不及你一半为是。苏家行商一向低调，今日也是沾了王爷的光。王爷乃护国柱石，虽微服出巡，该有的护卫还是得有。话说，怎未见舒翰林与王爷同行？管家说他一早便出门去了。舒儿对行商之道不感兴趣，自是去南街淘字画吧。苏大小姐不必费心。公子若喜欢，承本价带走。客官，您看看这幅字，笔锋有劲的很呐，字里行间充满着……若见此标志，说明方圆100米内必前有金玉为暗卫。可街上这么多人，我怎知谁是谁呢？若是在市集，暗卫们大多会伪装成店家守株待兔。舒儿公子认不得他们不打紧，他们都事先看过你的画像，认得出你。你只需一家家店光顾过去，定能接上头的。苏家产业大，涉猎广，本王正想见识一番，讨教一些生意经。王爷这话可折煞我了，能得您指点，才是苏家之幸。苏家产业虽多，但走的都是正途，能有今日，也是先帝和当今圣上宽厚倚重。东家，小的寻了好些地儿才寻。放肆！不怕冲撞了王爷？急赤白脸的，什么事儿？咱们金楼里闹出大动静了。哎，公子，您看看这笔筒，还有这个物件很实用啊。舒公子，舒公子可要试试我家的字毫笔？请。
你怎知我姓舒？玉带向第2个拐角，右手偏自向尾往前数，第5户宅院。王爷虽放出了世子回京的消息，但苏家眼线未撤，暂还不宜接头。你们小心藏好，待时机成熟，我们即刻前去。好。来看一看，客官，手工编织好走啊！的布老虎，好嘞，多谢客官。我5天才能做一个呢。啊，客官您看看吧，各种样式。哎，这个里子挺好的，这个布料更好。小姐气度不凡，仪态万方，想必就是这2日城中所传的散财仙子了。夫人丰容盛简，玲珑爽丽，想来应是飞升灵州的素老板了。哎，行了，别说了，这簪子我家夫人要定了。灵芝姑娘，哎，东家，那就是宣威将军府3少夫人的心腹丫鬟。方才路上我听伙计说了事由，也怪我们金楼备货不足，待客不周，这才闹出这场不必要的误会。不如2位给我几分薄面，各自另选1样首饰，除去今日的酬宾折扣外，我再减2分利。我们宣威将军府差这点银子，我家夫人点名要这只簪子，其他再好她都瞧不上。一个不知哪儿冒出来的外乡丫头，凭什么同我家夫人争？这簪子，我要了。你谁啊？说要就要，口气倒是不小。放肆！东西呢？在这儿。什么价？得王爷青眼，是这簪子的福气，这簪子就赠与王爷了。回去转告明楚，若他日后还不知收敛，本王会亲自教他如何做人。还不快去回话！是。正主打理，好生痛快。金簪临并斜，珊瑚照玉容。此簪与小姐的天人之姿甚是相配，不如就赠与小姐了。多谢公子。虽是借花献佛，却也是份心意。先前倒是小瞧了夫君的演技。方才听素老板称您为王爷，小女子斗胆一问，尊驾可就是战功赫赫、威震北境的大显战神定北王殿下？正是。小女子能见王爷真容，实乃3生有幸。听闻王爷束发之灵，便携3000精兵，剿灭了3万北蛮大军，就此令北蛮闻风丧胆，数年不敢妄动，大显社稷安定，百姓康乐。王爷实乃有大功劳。陈年旧事，不足挂齿。不过小姐一介弱智，却对本王之事如数家珍，倒是叫本王惊喜啊！一夸就飘，可别演砸了。不知小姐贵姓，芳名为何？小女子姓何，单名一个豆蔻的蔻字。蛮歌豆蔻北人愁，本王驻守北境多年，每见豆蔻含苞，便知春欲至，雁将归。能让王爷心觉宽慰，苦中有盼，实乃豆蔻之福。可本王却更喜月静鸳鸯水，春生豆蔻枝。
爷向来惜字如金，何时这般能说会道了？托王爷金口玉言，小女子也盼着能早日觅得良人，与之鸳鸯比翼。今日怠慢了何小姐，我心中有愧。既然王爷与何小姐一见如故，我便斗胆做主，邀何小姐赴宴同乐。甚好，何小姐不许推脱。王爷与苏老板盛情，小女子却之不恭。何小姐，请。多谢王爷。告知文先生，今日我做东，介绍2位贵客与他认识，顺便让他替我长长眼。如若这位散财仙子真是身家丰厚，那素家可得要好好招待招待。哎，明白。本王的王妃手还牵不得了。这儿可没有王妃，夫君别闹，得注意身份。我看你是富商小姐，搬上了眼，都不想做回王妃了，是吧？谁说的？那还是做王妃更恣意清闲。毕竟也没谁敢欺凌到王妃头上来。夫君，能否帮我下一道谕令？王妃是想敲打明主？夫君的威望与战功，都是沙场上一刀一枪拿命搏来的，我岂能容他这般好赖不凡，借着王府的名头横行无忌，四处欺人？本王并不在意。那也不成，我还没糟蹋呢。你想怎么糟蹋？这可得让我好好想一想。毕竟王府家大业大，糟蹋起来可非一日之功。王爷，何小姐，那珊瑚簪子金贵，我让人配了个匣子，稍后再送来。此地蚊虫甚多。松开，松开！夫君怎么跟快递膏药似的？手脚快些，动静小些。都麻利些，快！装好，赶紧走，快快！慢点，等一手啊！放哪儿这个？让一让，让一让。又来了一箱，来了一箱，来。走。什么人？是我。故人将后院不用的旧物清走些。旧物怎会这般沉？大小姐知道此事吗？这点小事，我还做不了主吗？成日里来大小姐长，大小姐短，你眼里还有我这个主子吗？大小姐知道此事，姑爷做什么，还轮不到你多嘴。一个赘婿，还真把自己当主子了。在大小姐眼里，你和我们有什么分别？姑爷，你
寻机，将方才那人处置了。自己也尽早脱身。是。去吧。王爷、何小姐，稍坐，我去同掌柜的嘱咐一二。有劳苏老板了。何小姐是初次来灵州城，不错，小女子也未曾想到，初次来灵州城，便有幸与王爷相识。天价良缘，恰如其时。哎呀，王爷莫要说笑了。苏尔荣城府颇深，不似面上看去那般随和，你务必小心。还有，你在金楼可有发现？金楼的骆掌柜，想来应就是京城走私之物的上家，只是眼下我还未得进一步试探的机会。事缓则圆，人缓则安，你切莫心急。爷，进来。爷，玉伯忠已出城，往约定之处去了。即刻去趟宣威将军府，传本王谕令，斥明楚私德有亏，具体如何，你看着办。是。此等节骨眼上，玉伯忠不在夫君眼前巴结着，出城去做什么？贪心不足蛇吞象，本王要借玉伯忠之手，让苏家主动补齐灵州拖欠的所有税款。仔细盯着菜品酒水，不可有半点疏漏。是。挑机灵的伺候着，千万怠慢不得。是，东家。还有，把徽楼的姑娘们都请过来，记得叫上青雨。是，我即刻就去。不知何小姐对这幅画有何见解？王爷见笑，阿寇并不善丹青。王爷、何小姐，久等了。我特让厨房准备了几样灵州的特色菜，费了一些功夫。有劳苏老板款待。其实今日我也是沾了王爷的光，不如改日我做东，请苏老板与王爷拨冗赏光。我这人最爱热闹，自然要去。那王爷呢？好。何小姐风姿绰约，又正花性年华，想必素日有不少人拜倒在你石榴裙下。苏老板谬赞了，我是过来人，何小姐不妨听我一言。找夫婿，还是得找门当户对、彼此匹配的。我瞧着何小姐与王爷，就甚是登对。王爷恕罪，我行商多年，快人快语惯了，一时竟忘了王爷已然娶妻。苏老板抬举了，我一介女商，何德何能敢与王爷相配啊？何小姐与王妃确有几分相似。我们做生意的最讲究的就是眼缘，买卖成与不成，眼缘极为重要。我瞧着何小姐和王爷甚是有缘。东家，文先生到了，快请。文先生，文宗现身相救，抱住了王妃。
年纪不大，斯斯文文，相貌还挺清秀。文某来迟，望苏老板勿怪。文先生来得正巧，我来给你引荐。这位是定北王殿下，这位是何小姐。文某见过王爷。原来小姐姓何。你们认识啊？与其说认识，不如说有缘。若识人不善，还不如无缘。不知何小姐可有兄弟姊妹？家中有一位兄长，2位姐姐，我是年纪最小的。那文某就不见外的称你一声小小姐了。其实今日宴请何小姐，我是有私心的。前些日子我收了几样物件，也不知是否真如说的那般好。城中掌柜的都赞何小姐有一双慧眼。我便想着，请你替我验验，看是否受人诓骗。苏老板做古行商多年，眼光见识自是比我高，您过谦了。还请何小姐不吝赐教。不敢不敢，我至多就是欣赏一二。兽首玛瑙杯，月窑秘色瓷，蓝色琉璃簪钗。金晶石乃南律独有，但若不细看，极易被认成色色石。色色石价高，若以金晶石鱼目混铸，确是宝类。当真是样样稀罕金贵，价值不菲啊！这只蓝色琉璃簪钗，小小姐以为如何？色透而清，杂质细微。眼下在屋内已如此剔透，想来见了日光啊，更是熠熠生辉。好眼力，小小姐不若再猜猜，这几件若是唱卖，最高能唱到什么价？文先生这可就难为我了。这未入唱卖行的物件儿，不得随意报价，此乃大忌讳。忌讳虽有，何小姐不宣之于口，不就成了？那我若是猜的不对，苏老板勿怪哦。如何？我就说何小姐有一双慧眼。这玛瑙杯是玉髓所制，酒入杯后会愈发香醇。王爷爱酒，我看这玛瑙杯赠与王爷正好。此物可抵本王1年俸禄。苏大小姐就不怕苏家被诟病，本王备餐贪墨所挥。本王一介武夫，比不上文先生会赏识，此物不如赠与他。这喝的是酒还是
王爷为人清正，谁人敢污蔑啊？只不过苏老板这一片好意，辜负了岂不可惜？依我之拙见，不如苏老板将这玛瑙杯折现，当做给定北军军需的募捐款。二位意下如何？如此一来，既全了苏老板的心意，王爷与定北军也会感念于苏家，于名声上更是坦荡。若是圣上知晓了，说不定还会嘉许呢。如此，甚好。所谓两相圆满。芝麻点小事都办不好，要你何用？夫人饶命！实在是那女子有人撑腰。在灵州，谁敢跟宣威将军府作对？何况我还是定北王妃的亲戚，敢和我争，活腻了吗？奴婢听苏大小姐称那人为王爷。王爷？王爷怎么了？王爷也得尊个先来后到。少夫人，不好了！定北王派人来下狱斥责，老爷发了好大的脾气。跪下！公爹，这是怎么了？一生的宿命，听你脉搏声音，掌纹里流转蜿蜒，披红妆的心，灯火下的安宁，数着年轮盘踞，等青丝待鬓发，如你随行。年华里不曾想，回头望红绳绑，家门里的重量，手放在你手上，命运中结成了相伴，贴着我心愿彼岸，归途从此有了世事的眺望。年华里我认下会发光的脸庞，手心里的盼望紧靠在你的手上，填满我来时的奔波，用一生将爱领我，穿过昼夜漫长，谁在我身旁？抬眸一刹那，还是你啊？别害怕，我会随你。